韩国的水利专家郑国为什么要给秦国修一条灌溉水渠呢？耗费10年、数十万民夫修建的郑国渠到底是一项什么样的工程？它在哪里？对秦国又有什么影响呢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郑国渠。讲郑国渠之前，要先提一个人，就是李斯。李斯是楚国上塞人，他年轻时做过掌管文书的小吏，后来拜荀子为师。荀子的思想接近语法家的主张，也是研究治理国家的学问。学成之后，他经过对各国情况的分析和比较，决定到秦国去寻求机会。他到秦国后，很快就得到了秦相吕不韦的器重，当上了秦国的小官，有了接近秦王的机会。有一天，他对秦王说：“现在秦国强大，大王贤德，消灭6国就如同扫除灶台上的灰尘那么容易。而现在就是完成帝王之业，统一天下最好的时机，千万不能错过。”李斯还奉劝秦王，应该派人拿着金钱和宝物到各国去收买、贿赂、离间6国的君臣。后来证明这招果然有效，李斯被封为客卿。对于6国，李斯提出应该先灭韩国，以恐他国的吞并顺序。公元前246年，正当秦王计划要攻灭韩国的时候，韩桓王在走投无路之下，采取了疲秦的策略。他将著名的水利专家郑国派到秦国成为细作，让他游说秦国在泾水和洛水之间穿凿一条大型的灌溉水渠。表面上是为了发展秦国的农业，其真实目的则是要耗竭秦国的实力，又使秦国把人力和物力都消耗在水利建设上，这样秦国就无力进行东伐，韩国就有了喘息的机会。秦王嬴政采纳了郑国的建议，立即征调大量的人力和物力，兴修大型灌溉渠，由郑国主持。可正在施工的时候，韩国派间谍疲秦的阴谋败露了。秦王大怒，要杀了郑国。郑国不卑不亢地对秦王说：“当初的确是韩王派我来当细作的，但是如果水渠能够修成，对于韩国来说，只不过是多延缓了几年的寿命，而对于秦国，那可是建立了万世之功啊。”秦王听后觉得深以为然，决定支持郑国，就让他继续主持修建水渠。可后来，东方各国也都纷纷地效仿韩国，派细作到秦国来做客卿。大臣们就对秦王说：“其他国家过来的人，都是为了他们自己国家的利益到秦国来搞破坏的，恳请大王下令驱逐一切来客。”于是秦王就下了逐客令，包括李斯在内的其他6国人都要被驱逐出境。李斯给秦王写了一封信，劝谏秦王，这就是著名的谏逐客书。他说：“秦穆公求贤人，从西戎请来游鱼，从楚国请来百里奚，从宋国迎来简书，从晋国迎来丕宝和公孙支。因为任用了他们，使秦国能兼并20国，称霸西戎。秦孝公重用魏国来的商鞅，实行变法，使秦国富强，打败了楚国和魏国，扩地千里。秦惠文王重用魏国人张仪，打破了6国的合纵抗秦，迫使各国臣服于秦国。秦昭襄王得到范雎，削弱了贵戚力量，加强了王权，蚕食诸侯，使秦国成就帝业。这4代秦王都任用客卿，他们对秦国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如果这4位君王也下逐客令，秦国就没有富丽之实，也没有强大之名。秦王嬴政明辨是非，果断地采纳了李斯的建议，立即取消了逐客令，并重用李斯，封他为廷尉。再来看郑国修的灌溉渠，渭河从关中平原穿过，注入黄河。泾河流经今天的长武、滨州、泾阳，在高陵的陈家滩注入渭河。由于泾河在汛期时含泥沙量大，河水变得浑浊，在注入渭河时，2道河水一清一浊，色泽界限鲜明，因此泾渭分明这个成语就是这么来的。在泾河和洛河之间是东西数百里、南北数十里的平原，而这片平原却是泽鲁之地，无法耕种。郑国就是要从泾河引一条渠流经这片区域，注入到洛河。这里西北高，东南低，郑国就充分利用了这个地形，修一条干渠。干渠东起中山，西到户口，中山和户口后来分别称为众山和谷口，都在泾阳县西北，隔着泾水，东西相望。干渠沿着北面山脚向东伸展，自然地将干渠分布在了灌溉区的最高地带。
郑国又在谷口修建实验坝，抬高水位，拦截泾水入渠。这不仅能最大限度地控制灌溉面积，而且还能形成自流灌溉系统。渠的主干线沿北山南路自西向东伸展，流经今天的泾阳、三原、富平、蒲城等县，最后在蒲城县晋城村南注入洛河。干渠总长近300华里，沿途又拦腰截断了沿山的河流，将野水、清水、浊水、石川水等收入渠中，以加大水量。在关中平原北部构成了密如蛛网的灌溉系统，使高旱缺雨的关中平原得到了灌溉。郑国渠修成后，极大地改变了关中平原的农业生产面貌，用含泥沙量较大的泾水进行灌溉，增加了土质肥力，将泽鲁之地变成了良田，农业迅速地发达了起来。据《史记·河渠书》记载，郑国渠修成后，将之前的泽鲁之地变为耕地达4万公顷，换算成今天的亩数是110万亩。每一亩能收粮食达1中，换算成今天的公斤数是每亩100公斤，比其他地区的土地提升了6倍之多，使关中变成了沃野之地。而韩国皮信自保的阴谋却适得其反。这项巨大的灌溉工程浇灌出了秦国的万顷良田，还把盐碱地变成了沃土，在农田灌溉技术上是一个伟大的创举，也为秦国灭韩以及灭其他5国都提供了巨大的经济保障。为了肯定郑国的功绩，水渠修成后，秦王嬴政就将水渠以郑国的名字命名，称为郑国渠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千古一帝秦始皇去世后是怎么埋葬的？他历时39年，动用70多万人修建的陵墓到底是什么样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秦始皇陵及秦始皇兵马俑。公元前247年，13岁的嬴政登基称帝。在这一年，他的陵墓就开始动工修建了，一直修到他去世也没有修完。胡亥继位后又修建了1年多，才基本完工。整个工程历时39年，动用劳工最多时达到70多万，由李斯主持，少府令章邯监工。秦始皇陵的南面依靠骊山，北面与渭水相邻，东侧有一道人工改造的鱼池水。鱼池水发源于骊山东北，本来是由南向北流淌的，后来在修建秦始皇陵时，在西南侧修筑了东西长1000余米的大坝，将鱼池水改为西北流向，从秦始皇陵的东北绕过。据《水经注》记载，在鱼池水的西南方还有一条温泉水流过，这样就形成了秦始皇陵依山环水的地理特征。陵园的整体是仿照都城咸阳的布局建造的，由2个狭长的长方形城垣构成，呈回字形，城垣的遗址都还在。外城的周长是6210米，四面各有门址1处。内城的周长是3840米，北墙有2个门，其余墙面各有1个门，城墙高约8到10米。内城的中部有一道东西走向的夹墙，将内城分为南北2个部分，在南半部有一个封土堆，封土状呈覆斗形，底部近似于方形。经过2000多年的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，现存的封土比原来缩小了很多。现在封土的底部面积约为12万平方米，高87米。封土的下面就是地宫，是放置棺椁和随葬器物的地方，也是秦皇陵建筑的核心所在。据《史记》记载，地宫的顶部有模拟日月星辰的装饰，地面是按照山川地形进行构造的，用水银模拟出江河湖海。整个地宫就是一个缩小版的真实世界，使秦始皇驾崩后也能以另一种方式统治着他亲手建立的大秦帝国。那么地宫有没有被盗或被破坏呢？根据现代技术的探测，地宫里并没有进水，也没有坍塌。靠近地宫的区域也没有盗洞，只在距离较远的甬道处发现了2个9米深的盗洞。因此可以证明秦始皇陵的地宫还是完好的，并没有遭到破坏。而秦始皇陵之所以一直没有挖掘，最主要的原因是依靠现在的技术，还无法保证挖掘地宫后墓葬内的珍贵文物不被破坏。1974年，当地农民在打井的时候，偶然间发现了陵园东侧1500米处的兵马俑坑。兵马俑一经面世就震撼了世界，被评为世界第8大奇迹。然而，兵马俑坑只不过是秦始皇陵400多个陪葬坑中的一小部分。
兵马俑目前已经发掘的是3个坑，成品自行排列，总面积2万多平方米，有陶俑和陶马共8000余件，战车130多辆，青铜兵器4万多件。所有兵马俑都是依照真人和真马制作而成的，其中武士俑身高1.8米，马俑高1.5米，长2米。难得的是，所有兵马俑都是千人千面，形象、表情、服饰以及发型等都是各不相同，各具美感，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兵马俑都是灰色的，其实刚出土的时候都是色彩鲜艳的，只是由于发掘时没有先进的保护手段，才导致兵马俑在出土后很快就被氧化，颜色全部脱落。现在发掘的除了兵马俑，还有百戏俑。百戏俑也是和兵马俑一样，都是1:1等身的写实陶俑，最高的达到1.97米。每一个陶俑的肌肉线条、手指、脚趾以及姿态都非常自然和灵动。除了陶制的俑，还发掘了46个青铜水禽，每个水禽的身上都有彩绘，分别是天鹅、仙鹤和鸿雁3大类，每一个都各具特色，栩栩如生。在封土西侧出土的2辆铜车马，更是包含了太多的未知黑科技。铜车马通体彩绘，所用的颜色以蓝、绿、白3色为主。制作所用的锡青铜是根据铸件的不同使用性能，采用了不同的合金比例。可见，在当时就已经将合金技术运用如此娴熟了。铜车马是按照1:2等比例缩小的，如此精确的等比例缩小技术，比等身的技术难度要更大。铜车马是由3500余个零部件组装而成的，分别用铸造、镶嵌、焊接、子母扣、活绞等多种工艺进行组装，甚至有些链接工艺和现代的技术原理是一样的。例如，马嘴上的锁链就和我们今天表带的衔接原理类似。马头上的项圈是由82个小金块和78个小银块焊接而成的，金的熔点是1064摄氏度，银的熔点是960摄氏度。不知道当时的人是怎么进行熔炼的，而且用显微镜观察发现，金和银之间的焊点只有头发丝那么细。还有马的璎珞、骑手身上衣服的褶皱，这些技术很难想象是2000多年前的人制作出来的。铜车马的伞盖是一体成型的，直径达1.2米，而厚度仅有1到4毫米。可见秦朝人的工艺技术已经达到了怎样的高度。除了已经发掘的兵马俑陪葬坑之外，未发掘的还有大大小小400多个陪葬坑。另外还有刑徒墓地、珍奇异兽、石料加工遗址以及地上建筑群遗址等。秦始皇陵是世界上规模最大、结构最奇特、内涵最丰富的帝王陵墓之一。它充分表现了2000多年前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艺术才能，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和宝贵财富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